最让人头疼的文献综述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今天这款神器呢，你一定不能错过。它提供了海量的文本信息，包括英文的论文和专著。我们只需要发出指令，让它直接写作就好了。更神奇的是，它不但能够直接写综述，还能够给出引用的具体文献，并且呢，能够帮我们定位到具体的文献当中被引到的某一个句子或者是段落，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它在写作的时候是如何来进行具体引用的，这就极大方便了我们的写作过程和验证的过程。以下我们一起来进入实操吧。使用这个 AdSet 平台呢，帮我们来写文献综述。其实命令非常简单啊，你打开之后呢，你直接点到 Assistant by AdSet， 你就直接输入。例如你关注某一个概念，比方说这个 emotional labor 情感劳动，你告诉他write a review article on emotional labor， 然后呢 dividing it into different themes， 把它分成不同的主题 and highlighting the shortcomings in existing research， 然后同时指出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当然我们说在实际的文献综述的逻辑当中呢，没有这么简单。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跟它测试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很快就把这个综述给完成了第一呢，它非常符合我们对文献综述的要求。例如它前面有一个帽它就讲情感劳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研究领域包括什么。同时它指出4大主题，比方说第一大主题呢，探究的是身份 identity 对情感劳动的影响。第二大主题呢，探究的是 human feelings 的商品化人类的情感的商品化问题。第三个呢，探究的其实是一个情感的情绪的机制问题。第四个呢，情绪调节的问题。第四个呢，其实讲的是不同领域的这种情感劳动professionals and industries。然后呢，接下来这3段是讲它的不足，分别讲它概念界定的差别缺乏整合性的统一性的概念以及呢，包括更多的关注它负面的以及这些交叉性的研究。最后呢是一个总结首先呢，我们说综述的这个结构还是有了。另外非常神奇的是，它右侧我们看到它一共使用了11篇引用。那这11篇引用呢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个平台呢，它有非常强的已有论文的这样的一种解析能力。而且每一个引用我们可以看到引用在这儿，第一个引用是1993年这2个人写的，那就是在这儿定位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引用的具体的句子，你可以点开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ection 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篇引用发生在原文的哪个位置。我们看到发生在原文的摘要部分，所以你这个地方其实就看不到上下文了。那是这篇文章的信息及作者。我们再看第二个呢，同样我们也看到它其实引用的是 abstract 的部分，对吧？那就证明 abstract 的部分呢，其实是有他认为能够被引用的地方。同样我们可以下载下来继续来看，这地方有这个 view full text，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整个全文。第3篇呢，同样也引在摘要的部分，然后第4篇也引在摘要的部分，第5篇呢也引在摘要的部分，第6篇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并没有引在摘要的部分，可以点开。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第6篇就是在正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引用的具体位置是引用的这个黑色的加粗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非常方便我们去学习它的引用逻辑，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了引用。好，我们看第7篇也是引在摘要的部分第8篇也是引在摘要的部分，第9篇呢其实是引在这篇文章的 results 结论的部分。我们可以点开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黑色是它引用的具体的位置，所以这就很方便我们来去具体定位它每一个部分到底引用到原文的哪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这个就省去了我们用 AI 辅助写作的时候，我们还要一篇一篇去验证文献真伪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比方说它选定的某一个主题呢，这篇关键的文献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其他的辅助的软件，例如 Connected Papers 或者是 Research Rabbit 研究兔，对吧？来找它相关的文献。我们是不是就自己可以利用这个节点文献找相关主题，把这一部分进行扩充，以及呢，我们用这个节点文献呢把这一部分进行扩充，这样的话你的综述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立体和深入。我是斌哥，关注我，带你走进学术的 AI 世界。